Hello，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位作者，名字叫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如果这个名字不太熟悉呢，但是有一个名词，大家应该一定都听说过，就是黑天鹅。黑天鹅这个词儿的来由，就恰恰是这位塔勒布先生的这个作品，叫做《黑天鹅效应》。那他是一位黎巴嫩人啊，也是投资界的一位大佬了。那整个他这个书的观点呢，就是说，大家在金融领域啊，或者是说一些世界的这个事件当中啊，就是不能轻易的去相信统计学的传统理论，而是应对这种用它们去应对这种黑天鹅事件他认为这都是完全无效的。好，那咱们就开始哈。那首先这里作者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在18世纪以前，欧洲人都相信天鹅都是白色的，直到有一天他们在欧洲发现了黑色的天鹅，所以摧毁了建立了上千万次观察的这么一个真理。无数次白天鹅的观察不能证明黑天鹅不存在，但一只白天鹅的出现则彻底推翻了既有的模型。这里说了一个定语，叫做没有证据显示存在，不等于存在没有证据。作者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指一堆火鸡主人喂养了它们3年多了，没到3年啊，那就是1000次投喂，让火鸡们产生了一种幻觉人类是非常友好的，每天到时间就会来投喂我们所以1001天也会是这样美好的一天。可是所有火鸡都没发现，第1001天是感恩节火鸡都会被宰掉，会被做成烤鸡。所以作者的观点是，我们完全依赖过去的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我们以为的绝对安全，往往是最大风险的酝酿器。那人类的大脑呢，是有叙事谬误，或者是说，以及一种确认的偏见。人类的大脑会主动的将真实世界的这种混乱资讯利用大脑进行过滤，保留一些人类自己的最终得到的就是一个人类自我感觉安全的模型。我想这个也是人之常理就是大家其实在学习也好，在总结这个客观事物的时候，往往会寻找规律嘛。可是事实上，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并不是有规律可循的。对，这幅图就是说，专家是可以利用这个飞镖轮盘上的这个面积大小位置差异去计算它的概率。但事实上如同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金融事件、股市，它往往都是来自非常多的维度的这种变数。这种变数是难以预测，并且后果很可能是没有上限的战争也好，创新发明也好，天灾也好，或者是911的恐怖袭击事件也好，它都会是非常难以预测的。那作者这里这张表格用2种世界，第一个就是说符合高斯分布的这种曲线它具有温和的随机性，单一事件的影响非常小就是两边的这个事件它的高度所占面积都非常小。那它适用在哪里呢？适用在身高、体重、卡路里消耗。那这些极端事件几乎可以说是被系统性的过滤掉了。而在真实的世界当中，极端世界这里提到了一个词叫碎形几何这个数学概念比较复杂，我这里也解释不清楚，我自己也不是很理解如果有数学方面比较专家的同学可以
可以尝试解读一下。那简单说就是类似于像雪花，或者是说这个地图上的边界这样的形状，它总是可以被无限的分割，并且每一个分割出来的模型，它都是具有自己独特的形态，不可复制的形态。它具有非常狂野的随机性，而且单一事件可以改变一切。那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比方说财富分布、财富的分配这个很明显它不是一个高斯分布的这么一个形态的包括金融市场、战争的伤亡以及这种畅销书的销量。那很多灾难的根源在于专家们把极端世界的现象去错误的套用平庸世界的模型来进行预测。这里作者又提到了一个所谓的肥尾效应，也就是说这种突发事件它的分布并不是像高斯分布那样的这种突发事件的影响非常有限它这里所谓的肥尾就是说下面的这个占的面积会非常大。那这种依赖会就是作者举了几个例子，比方说87年的华尔街股灾，98年的这个LTCM 的倒闭，以及2008年雷曼兄弟的破产，那都是由于专家们惯用性的去套用常规的平庸模型在这种突发事件上，进而导致了承担了更大的这种毁灭性的巨大风险。这是作者的观点。这里作者稍微解释了一下这个遂行几何就是说自然界与人类的社会结构、财富分布、战争规模都具有无限延展的特性，而且每一个延展出来的部分都具有不同的形态。那极端事件它就并非在传统的统计模型上的异常值，而是系统动力学中必然存在的常态。所以黑天鹅在作者的观点当中，它不是无法解释的奇迹，而是被这种传统的常态分布刻意隐藏的一种现实。那这里作者用一个象限图来解释了这个情况。就是那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往往是指在复杂系统当中具有极端分布特性的这种事件。那任何基于历史数据的预测都是无效，并且会极端的致命。那包括气候变迁、国家经济、流行病、金融市场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业或者是说领域吧，都具有这样的特征。那我们无法预测地震，也就是黑天鹅事件何时会发生，但是呢，我们其实是知道哪些建筑物的是具有脆弱性的，它们一定会在地震当中倒塌。那将极端事件纳入意识考量，即使无法精确的计算几率，也能够提前建立缓冲机制。换句话说，你可能不能够预测猛兽在何时何地出没，但是你只要知道猛兽栖息地在哪里，你就离它远远的，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了。对，那作者提倡的就是说，大家不要去做那个坚韧的中间的这个，就是叫做在冲击中保持不变，而是要反脆弱，在从混乱中、随机中去压力当中去保持获益和增长。那这里谈到了投资策略，作者的建议是利用大量的小型的试错去避免毁灭性的风险。那首先他建议把资产90%放在这种极度安全的载具那放在我们金融产品里面，可能就是说像类似于债券对吧，这样的一些，或者甚至于是银行定期存款这样的载具，然后用10%的这个资产去投入更极高风险的，但是具有极高回报潜力的这种黑天鹅机会。那在作者看来，这种中庸地段反而是最容易发生被黑天鹅事件击毁彻底摧毁的这样的一些区间。
那决策者应该如何自我审查呢？第一个就是这里又提到了作者的另一本著作啊，今天没有时间讲完，就是这个等一会儿我也会讲。作者总共有大概5-6本这个著作啊，都其实挺生涩的啊，有点难懂。那这里讲到了一个切肤之痛，就是决策者不要去接受那些不承担预测失败后果的经济学家和顾问的建议。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警惕优化和效率，过度优化以及去除冗余的系统，其实是最容易被黑天鹅轻易摧毁的系统。适度的冗余是反脆弱的基础。我想这个其实大家经常看到的就是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这种社会，比方说这个造火箭，现在大家都在很多公司都想去造火箭，那最终活下来的可能不会超过3家吧，那剩下的公司就会被淘汰掉。那这实际上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这种适度的冗余。那停止依赖模型，不要用你的历史数据的模型去预测未来，而是要拥抱试错。自然界的演化就是完美的模型，用大量低成本的试错去取代单一的宏大的精确计算和计划。这是作者的观点。那大自然所做的一切都是严谨的，直到被证明有缺陷；而人类与科学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缺陷的，直到它被证明是严谨的。所以要承认我们的无知，这是应对极端世界最伟大的智慧。这就是说的这篇这个黑天鹅的这个概要。那个与之相对来说关联性比较强的啊，这本相对好读一点。那它叫做《切肤之痛：日常生活中的隐藏的不对称》。那这不仅仅是一本书宅吧，更是一套打破了传统认知理论的生存法则。没有风险共担，就没有认知真知灼见。这本书的观点我是相当的认同就是作者通过对世界的重大事件、经济活动的观察，总结出自己的一些非常犀利的观点甚至于会直接的抨击和触动某些既得利益者的这个利益。那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叫做如果你没有为你的意见承担风险，那你什么都不是。那切肤之痛等于风险分红、奖金、选择权，那它是只有上行的收益的。什么叫切肤之痛？它应该叫做共同承担下行风险。如果你搞砸了，对不起，你必须付出代价。那在美国的，比方说证券行业吧，像这种私募基金也好，这种代理也好，它这些公司通常都是说你可以接受客户的这个资金，但是对不起，你这个公司本身自有资金，你必须达到一个下限吧，比方说300万美金或者是说达到一定的这个资产比例。那也就是说，你不能光是拿着别人的钱去呼风唤雨对吧？你必须得自己承受这个代价和后果。那作者也犀利的指出，就是现代社会的毒瘤。我想这个其实大家也是感同身受的就是一个抛硬币的西装男，赚钱的时候，硬币赚钱正面的时候他拿走了千万奖金，而硬币抛反面出现极端事件的时候，他会大喊这是无法预测的极端风险，并且他保住了过去的奖金。然后呢，剩下所有的纳税人被迫去替他买单。那官僚和现代金融体系的本质就是将风险隐藏并转移给缺乏防范的大众。这个我觉得说的非常生动无论是政治也好，还是现代的这个金融业也好，大家看到过的雷曼兄弟也好，这个硅谷银行也好，实际上都是这样的经典的案例了。那作者的观点是说，比方说以这个航空业来说，有切肤之痛。什么叫有切肤之痛？糟糕的飞行员早就沉到海底了，或者已经在墓园里了，所以系统里不会再有糟糕的飞行员，整个航空体系变得越来越安全。而最有风险的是什么？是那些地缘政治
干预主义者，比方说搞砸了中东政策的写书推卸把这个责任推卸给不确定性，然后他继续领薪水，并且搞砸下一个国家，这些专家甚至于所谓的这些世界领导人们，我个人觉得比较典型的就是像比方说像美国啦，像美国现在大家很多人在喊这个驱赶非法移民，那可是这些移民政策或者说当年对这些非法移民的纵容，难道不是美国人做出来的吗？不是美国的这些决策者做出的这些决定吗？对不对？现在把所有责任推到这些非法移民，那非法移民干了啥？他们无非就是说讨生活只不过是想活下去而已，讨一个好生活嘛。那这个我认为也是这样。那你看加拿大就更是现在欧洲、加拿大这些外来移民政策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那事实证明，就是这些决策者没有做好他们的工作，没有把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提前做好。那所以作者讲到了，在汉谟拉比法典的第229条，如果建筑师盖的房子塌了，并且压死了屋主，那建筑师必须被处死。这是最早的风险共担的这个法条那与其去己所欲施于人，进行危险的干预主义，那不如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对什么是坏的可能更有相同的这种共识，少去管别人的闲事。那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很刻薄的词叫 IYI 就是 intellectual yet idiot， 就是很聪明但仍然是白痴，就是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发言权。那作者把他们的这个表象列举了一下，他们喜欢使用统计学，但是不懂得肥尾理论就是说这种黑天鹅事件对整个事态的影响的这个程度和范围是没有意识的。那他们认为没有投给他的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平民都是未受教育的他们喜欢在 TED 做演讲，并且从来不讲粗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健身有关，他们从来不去做硬举，不去做 deadlift， 而且从来不对自己的错误承担真实的后果。那如果有2位医生，一位是西装革履，穿着西装戴着金丝眼镜，说话优雅的精英医生，另外一个呢体态臃肿，衣服没扣好，满口粗话的屠夫型医生，那作者的观点说，那我一定会选那个胖医生因为说明在同样的这个医生的地位圈子里，他不需要去用他的衣着外表去回避这个社会的这些歧视和偏见，而是真正的有本事的人。所以他说，永远不要雇佣那些穿着讲究的交易员，交易员的本质工作就是去赢得交易嘛，对不对？而不是去注重他的这个外表。这里作者进一步的解释了这个就是不是所谓的正态分布的这个现象。他这里举了个例子一些不妥协的少数派，比方说达到整个系统的3%，他们严格的遵守这个戒律，比方说只吃清真或者是犹太食物，拒绝基改食物那灵活的多数派97%，他们没有特殊的戒律，吃什么都可以。那最终市场的结果很可能是为了节省这种双重库存以及物流成本，整个系统直接向3%的少数派投降，几乎所有的饮料食物最终都变成了符合这个犹太教规的这种标准。所以市场不是平均数的总和，而是由那些最固执的参与者来决定的。那作者又用了这个狼和狗的这个例子这个我也非常赞赏就是那狼呢，它承担比较大的风险，不怕被解雇包括这些独立承包商、创业者、满口脏话的这个交易员，他们有比较高的自由度。而狗呢，它拥有稳定的月薪，但是非常害怕失去工作、失去地位以及特权，还有下个月的薪水。那这种所谓的切肤之痛，确保了他们的可控性以及绝对的服从。
那作者用2个这个图线来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思。那第一个左边的这个静态不平等，那就是说富裕国家富人靠国家的保护一直富裕，而穷人永远无法翻身看起来是很平稳，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很稳健稳定嘛。但是呢，实际上有效或者说更公平的方法是财富被迫这些富人要从最顶尖的1%当中跌出去，对吧？有波动，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平等。也就是说，富人有可能变穷，穷人有可能翻身，那这才是一个所谓的动态平衡的一个状态，系统才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效率的状态。对这里作者又抨击了这个学术界学术界的所谓的同行评审，往往最终形成是互相吹捧的圈子，论文越来越复杂，却越来越偏离现实。而实践者很简单，评价来自于实践与结果，破产或者获利，寻求最简单、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启发法。作者其中应该是讲到了这个deadlift， 对吧？那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不需要什么同行评审，很简单，你能举得起来就是行，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这个世界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被人为的过度复杂化，通常这种复杂化呢，这些人其实是没有切肤之痛的。对，那美德不应该是一种投资策略，也不是企业的成本削减方案。假如你宣扬某种理念，却不承担其带来的任何代价，甚至于从中获利，那这不叫美德，这叫虚伪。所以你的私生活如果和你的公共主张相冲突，那被取消的应该是你的主张，而不是你的私生活。对，什么叫做真正的荣誉？有些事情不管给你多少钱，你都绝对不会去做，而有些事情不管后果多么惨烈，你都一定会去做。那这才是真正的创业者与发明家那些为了揭发毒害而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的吹哨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国之栋梁，对吧？社会的基石。对，那这里就是说，作者把这些人划分成了这么2边。那像这些 IYI 官僚、政客、干预主义者往往就是出现什么社会状况，他们就我们改政策就是哪儿漏补哪儿嘛，对吧？很常见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顺从者、公司人或者是平庸的员工。而真正能够推动这个社会稳健发展、走向进步的是商人、创业者、真正的公民，以及这些系统的守护者吹哨人、英雄、烈士、圣人，我就不解释了，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所以总结下来就是：没有力量的肌肉是假的，没有信任的友谊是假的，没有后果的意见是假的，没有风险的美德是假的，没有切肤之痛，一切都是虚妄。好，这2本书的解读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